好，我们再继续讲今天要上的这个内容啊。今天这个会上的比较快，因为它并不是，它可以算是课外的内容 ，OK？ 然后它并不是发展这么久的东西，所以你其实很多东西都是新的，它并不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 finding 在那个地方 ，OK？ 但是我就整理了近期我觉得跟各位也是很有关系的这些近期的发展，然后也跟细胞生物学我觉得是有关系的 ，OK？ 就是我们要提到这个 iPSC。跟他们的相关的这些在再生医学方面的应用 ，OK， 好，所以呢，今天这门课呢，主要会分成3个主题。我们今天一定会提早下课，依照各位不跟我互动的这样的形式呢，我就会很快的讲完，然后我们就可以让各位很 happy 的就不讲一句话就回家这样子 ，OK？ 那一直在偷臭你们一个是第一个我们会先讲就是 stem cell 的 introduction， 什么是 stem cell？那后来呢，我就会提到跟这件事情有关系，就是 nuclear reprogramming 跟 iPSC。OK， 这个是在我念博班的时候 ，iPSC 是我在念博班的时候它发展出来的。对，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有报道过他们那几个 paper， 非常非常的酷。OK， 然后跟这 iPSC 呢，跟现在有哪一些应用 ？OK， 好，所以呢，最重要的2个 stem cell 的特性是什么？就是 stem cell 翻译成干细胞，它可以做2件事情。第一个，它可以自己分裂，而且是分裂成一模一样的自己，而且是可以自我的更新，就是它叫 self renewal， 就是说它很多的细胞你分裂到一定的时间以后，它就会死掉。stem cell 不会，理论上它就可以一直，它已经是我们所谓的 immortalize， 它就是可以一直分裂下去。你可以只要给它足够的营养，然后让它维持在stem cell 这样的状况的话，它理论上可以无限的复制、无限的繁殖，它是没有任何的限制，就是一直长下去。OK， 这种事情我们就叫它 immortalize， 它已经长生不老，它已经不朽化。OK， 那还有另外一个，如果你今天给它某一些特定的生理的这些状况，或者在生理的因子的时候呢，你可以改变它的一些 cell fate， 然后它会进行所谓的不对称的分裂。如果今天是对称的分裂，就叫 self renewal， 它就生出一模一样的自己。不对称的分裂就是它会生出另外一颗细胞，跟它自己不一样，但是呢，它慢慢的分化成它下游有能力去分化出的这些不一样的细胞的种类 ，differentiation 分化 ，OK， 所以它是一个能力是可以 self renewal， 另外一个能力就是它可以分化成别的 cell fate 的这些细胞。那提到了干细胞，这干细胞是从哪来的？我们很多时候会讲，就干细胞好像莫名其妙凭空出现。我希望大家是可以更 link 到这上下游的关系，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上课会很多着重在这个地方。OK， 提到干细胞，我们就一定要提到人类发育的早期的过程。所以女性呢，她的卵巢每个月都会产出一个成熟的卵子。这个卵子到输卵管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碰到精子的时候呢，精子又进去里面的时候，它的精子的细胞核碰到卵的细胞核，它就会变成是一个受精卵。它只要侦测到我的这一些卵本来里面的 DNA 是1N， 只有1套 ，OK？ 那如果今天精子有另外一套，它只要它的细胞核里面变成，它的细胞里面变成2套，它不是在管精子还是卵子，它只要管它今天是2套，它就开始分裂 ，OK？ 所以这个时候呢，自然的状况底下，它当然是精子又贡献1套，所以它们就变成受精卵，然后就开始1分为2，2分为4，4分为，这个时候的分裂是非常非常快的，就因为它有你们之前有学过，它有比较短的 G1 跟 G2， 它甚至连 S 期都比较短，因为它里面有很多 DNA polymerase、DNA 这些 DNA 复制的这些所有的 enzyme 其实都非常非常的丰富，那一大颗细胞里面其实非常非常丰富 ，OK？ 所以它可以分裂得很快。那分裂到一定的次数了以后呢，它最后会变成一个叫 blastocyst 囊胚，囊是那个囊，我也不知道，对 ，you know that 囊 ，OK right？ 囊胚胚胎的胚 ，OK？ 那它是一个空腔的一个结构，它分裂到后面它是一个空腔，然后在一侧的这个地方呢，会有一群细胞叫做内细胞团，叫 inner cell mass。这一团细胞，然后这个 blastocyst 它就是早期的胚胎，它就着床到母体的这个子宫上面，然后开始吸收这些养分，然后最后呢，这些 inner cell mass 它们才是主要的变成
所有不一样胚层的那一些细胞，都是从这 inner cell mass 来的。OK， 所以它会有 endoderm、mesoderm 跟 ectoderm， 内胚层、中胚层跟外胚层。内胚层呢，它就主要是我们身体比较内侧这些东西，比如说内脏啊、肺脏，或是这些甲状腺啊，或是这些消化的细胞。中胚层呢，就会是肌肉、血球细胞等等这些东西。外胚层就比较表层的，比如说 neuron，OK， 记得 neuron 是外胚层，或是皮肤、色素细胞等等，这就是外胚层。roughly 这样子，然后最后它就会变成是一个胚胎，然后变成是一个最后可以生成一个宝宝啊，再生出来以后，最后你一直吃东西，最后就变成完整的一个你坐在这边上课。OK， 所以你们当初呢都是从这一坨 inner cell mass 来的，好吗？那所以呢，这些 inner cell mass 取出来的东西，它的这些细胞其实都有能力去分化成3个不同胚层的细胞。理论上，它可以分化成所有不同你身上所有的细胞都可以，它都有那个能力。所以我们叫这个取出来的细胞叫做 embryonic stem cell， 因为它是从胚胎来的，所以它就叫 embryonic stem cell。OK， 但是有另外一个概念是什么？还有 somatic stem cell， 就是体的干细胞，或者是叫 adult stem cell， 就是各位已经脱离胚胎了 ，right？ 但是你身上还是有很多的干细胞，那个叫 adult stem cell。这些胚胎呢变成 adult 以后呢，其实它这些 adult stem cell 藏在你很多身体里面各个部位几乎都有。OK， 比如说脑袋里面也有，血管里面也有 ，muscle 里面也有 ，bone marrow 也有 ，skin 也有 ，gut 也有 ，heart、liver 全部都会有。OK， 它们主要的功能是什么？是为了要修补你们受损的这些组织，或是替代掉你做这些新陈代谢这些事情。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小肠。这个小肠就是你吃食物这样过去的地方，然后这些放大来看，这个小肠的绒毛 ，OK， 在这个地方，这边的细胞是我们身体里面第2或第3名更新速度非常非常快的一群细胞，每天都在死。因为你自己想，每天你都有食物这样冲刷过去，每天都有胃酸也一起冲刷过去，所以你的小肠细胞其实很容易死掉的，很容易脱落。差不多每天呢有200亿到500亿的细胞 ，OK 会每天都死掉，而且它就需要更新，所以这上面这一群细胞是很容易死掉。那它的有一些 stem cell 是藏在这底下，叫 crypt， 这个区域叫 crypt， 这个地方呢 CRYPT，OK， 这个 crypt 里面就藏着 stem cell， 它就会不断的一直分化出新的小肠的上皮细胞，然后慢慢的补充，然后慢慢的从这个地方衍生上去。它每天都在做这件事情 ，OK， 所以一个小肠细胞基本上只能活3到5天，那接下来就死掉。所以这边的 stem cell 是非常非常活跃的，它不会不断的做这些事情。OK， 如果它今天不做这件事情以后呢，这之间的这细胞就会越少，然后它的缝隙越来越大，然后你的这些东西就很容易漏到这底下来。我们就会所谓这个 barrier 其实越来越不好啊，这个也是一个老化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如果你今天的干细胞修补的能力越来越差，也有人认为这个是跟老化是有关系的。OK， 好，所以呢，我们今天比较这个 embryonic stem cell 跟 somatic 或是 adult stem cell 之间有什么差别？第一个 embryonic stem cell 它就是存在在 inner cell mass， 在你的 blastocyst 里面，就是那个囊胚的 inner cell mass 里面。那 somatic 的 adult stem cell 在所有其他的组织都有。OK。那 cell 的 potency 就是说它今天可以分化的能力的潜力是怎么样？我们叫 cell 的 potency， 它是属于这 pluripotency， 就是多功性的 ，OK， 就是说它今天可以分化成所有种类，在这个 embryonic stem cell， 它是可以分化成所有不同的细胞。可如果今天是 somatic stem cell， 它只能够分化成特定的几种细胞，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那些肠的干细胞，它就只能分化成肠细胞，它没有办法分化成别的东西 ，OK。所以这个 loss 掉一定的功能，它叫多潜能性 ，OK， 这个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讲，它中文翻译真的是有够烦，大家不要再去记中文，我也懒得翻中文。这个叫 multipotent，OK， 它只能够分化成特定的几种种类的细胞。那 embryonic stem cell 它主要的功能是什么？它要发育成胚胎，它要发育成一整个人。那 somatic 或者 adult stem cell 是什么 ？tissue repair，OK， 最近我不知道，我滑那个 Facebook。这有可能是假的，好吗？他们最近有发现说，他加了一个药，然后就可以活化你的牙齿的干细胞，
所以以后你的牙齿不好，直接拔掉，全部拔掉，然后就涂那个药，然后就自己在你的牙齿干脆就再长出一个牙齿，那也不需要假牙，对，就类似这样。我觉得我没有觉得不可能，但是还有没有这么样的先进，我不确定。不要太早拔牙，好吗？对，要多刷牙。好，然后呢，它的来源是什么？我们今天如果是 embryonic stem cell， 如果我们今天真的要做一些事情，我们真的要去拿它来做实验，它的来源是什么？就是今天做 IVF（in vitro fertilization），我们下一章会讲，就是体外受精的这一些过多的受精卵。OK， 就会是它的 embryonic stem， 不然你没事，你没有合法的管道可以得到别人的囊胚，然后取到它的 inner cell mass，right？ 你这个就是我差点讲相对合法，这个就是合法的管道，但是你当然要申请。OK， 好，那 somatic adult stem cell 是什么？就是你其他组织，很多人会抽什么？抽你的脂肪，还可以顺便减脂，然后你脂肪里面就很多脂肪干细胞，它也可以做很多不一样的分化。OK， 好，那我们提到刚才叫这个 IVF， 全名就叫 in vitro fertilization。in vitro， 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吗？知道吗？知道吗？来，在试管内吗？不够对，在体外也不够对。那它在体内叫什么？你是现在问 ChatGPT 是不是？啊 ，in vivo，in vivo 有点 evil 的感觉哈。对，我差点被你也讲成 in vivo。in vivo 跟 in vitro 其实是相对的概念。OK， 我们常常会在一篇论文里面会看到 in vitro 跟 in vivo。我现在真的被你那个 in vivo 真的一直要影响。in vitro 跟 in vivo，OK， 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果你今天更贴近在体内的状况，就是 in vivo。然后相对下比较体外就叫 in vitro。比如说，如果你今天的实验，你今天这一个论文的实验里面有做细胞的实验，跟做玻片试管里面的实验，你的玻片试管里面的实验就叫 in vitro， 你的细胞里面就叫 in vivo。OK， 它也算是体内某一种体内生物体内 ，right？ 可如果你今天做的实验是一个是在动物体内。然后另外一个在细胞上面做的话，细胞层级的话，细胞层级就会叫 in vitro， 然后动物体内就叫 in vivo， 所以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没有人规定说怎么样。那我随时都可以讲，你不做在人体里面，就叫对我来说都是体外 ，right？ 所以它像这个东西就是它不是在我们身体里面做受精的这件事情，所以它就叫 in vitro， 它就在体外做这件事情。OK， 好。那他怎么做呢？就是今天其实有非常多人，非常多人，我自己认识就好几个，都会有生育方面的问题，就是没有避孕也生不出小孩子，所以他们其实非常辛苦。要么你就不想要小孩，那是你的选择。可是当你想要小孩，你又生不出来，那个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一个问题。OK， 那所以。很多就会有这一些帮人家做试管婴儿，就常常听到试管婴儿这件事情。那怎么做呢？就是母亲第一个女性就很辛苦，她要打那个排卵针，打了以后呢，她就会每个月产很多卵，然后就取这个卵出来。那取了这个卵出来以后呢，男性就要取这个精子，然后呢，他把精子他这个就是把这个卵在显微镜底下，这旁边有一个吸管把它吸住，不然它会一直乱动。然后你这个毛细管要去戳它 ，right？ 如果你今天没有一个东西把它固定，一直戳它就一直跑，你永远都没办法戳进去。所以它会先把它吸住，一点点的 suction 把它固定住以后，然后就刺进，然后灌入这个精细胞的这一些精子的这个细胞核。OK， 那所以很多的这些试管婴儿做试管婴儿的这些人工受孕的他们的那一些很多的职员就一直在打这一些东西，每天都一直在打。我今天又打了几个蛋，他们常常这样讲。OK， 那 depends on 他手法怎么样，就有些人打的成功率比较高。那最后呢，他就打了很多这些受精卵，然后这些受精只要我刚才是不是提到，只要他今天你的这个卵里面感受到我现在里面有2套的染色体，它就自己开始分裂。OK， 没有在管你是精子还是卵子，好吗？你如果今天打另外一个卵的细胞核进去，它会开始分裂。OK， 所以它就会开始在底下
显微镜底下就开始分裂，所以所以一开始要取非常非常多的卵，然后呢，它不断的分裂，不断的分裂，你会取那个分裂比较快的，表示说它的里面的这些 DNA 啊、巴拉这些事情，它都分裂的比较正常的那一种受精卵，分裂到一定的层数的时候，它没有办法在体外分裂到非常后期的时候，所以在一定的时间的时候呢，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空腔已经空出来了？然后这个空腔已经空，然后这边就会变 inner cell mass， 这个时候就要种到原本那个妈妈的母体里面。但是其实有很多女性她其实是很难受孕的，但是我们台湾其实没有开放代理孕母。你问我自己，这当然每个人有不一样的想法，但是我自己觉得这件事情是可商议的 ，OK， 就是是不是真的可以开放代理孕母？我们已经少子化，已经生不出小孩，然后很多妈妈想要生小孩，她就没办法受孕，她就是很容易流掉，她就不容易着床等等。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再讨论的，对，我不敢讲我的想法，会被学生讨厌，对 ，OK， 好，所以你也可以看到这个有没有空掉，所以呢，他就会取这个再种到母体里面，通常会种比较多颗一点，然后呢，所以你等到真的有着床的时候，他才会再做减胎。减胎就是在把其他多的你觉得太多的这一些就去掉。讲的好像我这是做功课的，然后我去这样，我自己没有去做啊。我已经生了3个儿子了，对，很恐怖，对，3个儿子，对，好，减胎，所以而且它一定会残留很多的其他用不到的这些 blastocyst。那个，如果你今天通过法律的话，它就是一个 embryonic stem cell 的来源。OK， 对，好，所以呢，我们就取这个 blastocyst， 然后就 culture 在这个地方，它就会是一个embryonic stem cell， 那它当然就可以分化成各式各样不一样的细胞。那这个是照的比较高倍数的这个 blastocyst， 然后这个里面是空腔，然后这中间这一坨细胞呢，就是未来可以变成一个宝宝的一个区域 ，OK？ 那你把它取出来了以后呢，你养到的培养皿上面，其实它养的状况怎么样？它底下必须要先铺一层所谓的 feeder cell。这些 feeder cell 通常来说是用 fibroblast 去组成。为什么它有一群 feeder cell？ 是因为其实这些 stem cell 它通常都会，比如说它碰到要着床，或是碰到这些其他这旁边这些细胞呢，它维持它这些状况的时候，这边其实有很多细胞外基质，它会一直碰到那些东西。那一开始大家不知道那些细胞外基质是什么，所以他就只知道我的 fibroblast 很喜欢吐细胞外基质，然后我的 fibroblast 表面有很多这些分子，有很多这些糖类 ，maybe 是他喜欢的，所以他就会先铺一层 fibroblast， 因为你就不知道怎么 culture 这些东西 ，OK？ 所以最后你再把这些上山，然后呢，这些 stem cell 有一个特性什么？它会自己聚集成一坨，它不会摊开。你看这个 fibroblast 它都是摊开来的，然后它会 cover 整个 culture dish 的面积，可是这些 stem cell 它就会自己是一坨聚集在一起，所以我们叫一个 colony， 一个我不知道中文翻译叫一个 colony，OK， 在这个地方。好，那这边就会碰到一个，我每次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不是说要把它挑起来，然后再做后续的分化，可是那要怎么把它挑起来？对，somehow 我对这一种实验上面的步骤就很感兴趣，但是我也觉得各位如果 follow 我的逻辑去了解的话，你会觉得这整件事情会更加的具体，更加的活灵活现一点。OK， 比如说这边这一坨 colony 就是那个 stem cell，embryonic stem cell， 然后底下其实有一群 feeder cell 在那个地方，你看不到。OK， 然后呢，这个我们通常 culture 这个机器呢叫做 laminar flow， 它这边有一块玻璃，然后这边有一个，这我不用讲，有一个人在这边 ，OK， 然后这前面有一块玻璃，好吗？然后手伸进这里面的东西全部都是无菌的，里面的空间是无菌的。原因是怎么样？它为什么叫 laminar flow 的原因是因为它会给一个平行的这个气流，所以它里面的气流是不断的在平行的移动。然后呢，它在上面或者下面的地方会有一些 HEPA filter， 这些 HEPA filter 洞就是我上次提到它是 0.24 micrometer， 所以细菌是你过一段时间以后，它会加
一开始在做之前还会加紫外光杀菌，所以一阵子以后又开那个 flow 气流这样流动，一阵子以后它里面就变成是无菌的一个环境。然后它把整台显微镜都放在这个 laminar flow 里面，然后因为它头，我们一般会看物镜 ，right？ 但是它头没办法伸进去，因为它头上面就很多细菌，所以它头不会伸进去。所以他就用一个 camera， 然后搭配一个荧幕秀在那个地方，就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他即时的画面。OK， 好，所以呢，他手呢就会直接在这里。现在他这边要做的事情是什么？要把这一坨细胞把它收集起来。OK， 他怎么做呢？他先把它刮一刮，它会翘起来。你不要看这个很简单，你光是把你那一只尖尖的地方，要找到碰到这一群细胞，你就对不到。OK， 他就先刮个细痕。啊，那个学生手抖很严重的那个就不行，你刮出去会变 G 字形的，对。好，它转了90度以后呢，再继续刮，这样子那一坨细胞才会翘起来。有吗？这一坨细胞就刮起来，这边也刮起来。然后呢，它可以再用 P200的排配。你们普生实验的时候应该有做过，或是1颗实验，直接把它吸起来。你看那个 P200的 tip 已经这么大一个，所以它就把它吸起来，好像吸尘器在吸细胞一样。OK， 就是这样子。你会讲说，他刮那个时候会不会把细胞刮死？当然会把细胞刮死，可是你还有很多细胞是活的。OK， 好，那所以呢，这边feeder cell always 是一个 issue， 有什么样的 issue 呢？因为你用的 feeder cell 跟我用的 feeder cell 是不一样，然后我今天又要取非常多不一样的 feeder cell， 来源不一样，所以我们之间产出来的 stem cell 可能它品质上面就有差异。所以呢，科学界也持续着要去想出一个办法，我们怎么样可以抓到它所有的东西都会是固定的成分，然后固定的浓度，然后我们这样子可以保证我们今天要量产的时候，也可以大量的产生出纯度更高的这些东西，可以让所有的系统都可以稳定下来。所以他们就希望去找到一个 feeder cell free 的 condition。OK， 我刚才提到那些 feeder cell 提供他们什么东西？你还差几题？怎么这么积极，一直在回答问题？10题。好，赶快，最后一堂课，快点。你们觉得你们考试一定会？你们现在不问问题，不回答问题，就只有90分，起降，好吗？你确定吗？我刚才提到 feeder cell 是提供什么可以让？通过分泌生物因子还有其他细胞外基质，然后让这个目标细胞像是胚胎干细胞维持稳定的生存环境。你现在是 ChatGPT 在回答我吗？没有，现在是 Google AI。OK， 好。所以这些 feeder cell 它上面有很多的细胞外基质跟糖类在那个地方，所以他们就找有哪一些东西。很多时候他们是怎么样？直接去找它的囊胚里面这些细胞，究竟它外面有什么样的细胞外基质？他喜欢，所以他用其中一个细胞外基质叫什么 ？Laminin。OK，Laminin 呢，它是一个在电子显微镜底下，所以我现在一直在讲 Google AI， 它就一直跑出来新的这些资讯，是不是
哇，现在这么样的先进在上课，那真的有帮助吗？OK， 好 ，Laminin 它是一个十字架的结构，你在电子显微镜底下看就是一个十字架，它其实是由三个氨基酸链所组成的，是由 alpha、beta 跟 gamma，OK，、然后这个 alpha、beta、gamma 它开头的地方不一样，但是最后它会缠绕在一起。那他们发现说，这些上面就是他在染这些干细胞的时候，看到说他喜欢跟 alpha 5、beta 2、gamma 1这几种不一样的 laminin， 他最喜欢跟它在一起。所以呢，科学家就把它用人工去把它纯化出来，把它大量的表现，然后把它纯化出来，所以它都可以让所有这些东西完全是纯的 alpha 5、beta 2跟 gamma 1混在一起，它就叫 laminin 521，OK， 这样子给它取一个名字521，OK。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它是可以纯化这个东西。他发现说 ，coating laminin 521在那个 culture dish 上面就可以了，你不需要 feeder cell，OK，、因为 feeder cell 它主要也是靠这几个东西去做这件事情。好，那另外一个呢，还有很多科学家他还找到什么E8的这个 medium， 就是 essential 的 8， 他那个时候讲很多不一样的这些，这不需要记，但是我希望各位可以记得 laminin 521这个概念 ，OK， 这 essential 其实这些其他的这些分子，就是有一堆关键的这些因子，可以让它养好，然后可以让它保持在 stem cell 这些 medium 的成分，不需要去记，好吗？对 ，OK， 所以的确现在是可以做到这件事情。那你当然纯化这些事情，是可以做得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纯，99.9% 都是可以这 laminin 521，所以它的 variation， 它今天可以 keep 这些 cell 也会更加的稳定。这个就是科学界不断的在一直进化、一直在进步的一些原因。OK， 好，那我们刚才提到了很多 stem cell， 它会有所谓 potency 的这些 different， 一个就是 totipotent， 一个是 pluripotent， 一个 multipotent， 一个 unipotent。OK，totipotent 呢，它理论上比 pluripotent 还要更厉害。这个就是说，它们能分化的细胞的总数越来越少呢，它就会递减。totipotent 是怎么样？它不是只能分化成所有的这些细胞，它可以直接生出一个完整的人。那这个会发生在什么地方？就是你的受精卵 ，OK， 或是在你早期的这些一颗细胞分裂到8颗细胞的时候，非常非常早期。那每一颗细胞你拿出来，它都可以变成是一个完整的人 ，OK。那在分裂到后面的，它就变成这 blastocyst 更多细胞，你到 blastocyst 都已经几百几千颗细胞了。那一些的 inner cell mass 它可以分化成不同的细胞种，但是你拿出去，它是没有办法做成胚胎，它没有办法再分化成一个完整的人，所以它就这个地方就叫 pluripotence。OK， 那一直到我们的体细胞里面的这些 stem cell 就会变成它只能分化成特定的几种细胞，比如说 mesenchymal stem cell， 它就是分化成几个不一样血液的细胞，或是骨头的stroma cell， 它也是只能分化成骨头。像这种的 stem cell， 或者刚才提到的这些 intestine 肠道上面的细胞，只能够分化成肠道，我们就叫 multipotent 的 cell。那 unipotent 呢是更糟，它就只能分化成其中一种 cell。OK， 所以从 totipotent、pluripotent、multipotent 跟 unipotent。totipotent 呢，它翻成中文叫全能性 ，OK，pluripotent 叫多功能性，然后 multipotent 我就想，那 multipotent 你要取名，但多潜能性就是你已经不知道中文翻译在那边乱翻什么东西，然后这单功能性就无聊啊，就记 totipotent、pluripotent、multipotent 跟 unipotent， 好吗？比如说如果我今天考试要讲他们的 potency， 哪一个属于什么样的？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重要，你需要去知道这件事情的。OK， 好，所以呢，理论上你今天拿那个 embryonic stem cell， 它那个是有机会变成一个宝宝，或者你今天拿整个胚胎来，你把它拿来做实验，它未来你就本来是可以变成 maybe 是一个宝宝，它就没有这个机会。所以很多人会认为，其实你在做 stem cell 这些研究的时候呢，你为了要得到那些 embryonic stem cell， 其实你就是在抹杀很多的可能的生命。OK， 所以这个当初你们认识他吗？你们已经出生了吗？赶快查 Google AI， 他是谁 ？OK， 这 George Bush 呢，他就颁布了一个法令，就说因为我们今天要做这个 embryonic stem cell， 我们就必须要抹杀很多可能的生命，
所以它是必须要去有所节制的。所以每一个国家它都有不一样的规范。比如说美国，它就是规范你不能够，你只要是 NIH 是他们的国家所提供的这些生医方面的这些资金，只要用 NIH 的钱的话，你就不能够再拿它去制造出新的 embryonic stem cell。human 的 embryonic stem cell， 你可以做老鼠，但是你不能做 human，OK？但是你如果是私人的资金，他管不到，OK？就某一个很有钱人，他假设他今天就要做出自己的肝脏或者是什么，他就投入很多的钱让你去做，你是可以做，好吗？对。那还有一些国家是什么？比如说日本是说，你现在已经有的 human embryonic stem cell， 你可以继续做，但是你不能够再创作更多新的。台湾就是好像都不能做，对呀，好吗？好，所以这些都会有什么伦理的议题？就是你今天在做 embryonic stem cell， 你后面就会感觉多几个小灵魂在后面的感觉 ，OK？ 所以最完美的方案是什么？如果我们今天可以取我们的体细胞，比如说我们的 skin， 然后呢，我们经过所谓的一些 modification， 它就可以变回 embryonic-like 的 cell， 那就是最完美的状态。你不会觉得你的 skin 上面的细胞是有生命的吧？你今天不小心被人家走路或打篮球刮走一些你的皮肤细胞，说你把我的一些生命夺走了，它未来会变宝宝，你不会这样想吧 ？Right？ 所以那个就可有可无，我整天就跌倒，我儿子整天跌倒，那个皮又烂掉，什么时候就是可有可无。如果今天那些东西可以分化成变成 embryonic stem cell， 我觉得不会有伦理方面的议题。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提到他们怎么样做到这件事情的。OK， 好，所以我们休息个5分钟，接下来就会提到这个 nuclear reprogramming and iPSC， 他们怎么样做到这一点？休息5分钟。